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40集古装大剧来袭，谭松韵扛旗，2位男神坐镇，这次熬夜也要追。古装创业大剧最成功的就是宋轶、郭麒麟主演的《赘婿》了，但《庆余年2》都已经播完了，至今也没等到《赘婿2》。正是因为此类题材稀缺，越发让人等得心痒难耐。不过接下来待播的一众国剧中，值得看的古装创业大剧不少，观众们终于不用苦苦的等《赘婿2》了。一部是杨紫、李现二搭的《国色芳华》，在这部剧中，杨紫饰演的何为芳凭借着种植牡丹的技艺，创办了由一众命运坎坷的女性共同经营的花坊，随后又转型干实业。这是一部将主视角放在女性创业上的作品。另一部是谭松韵扛旗，2位男神坐镇的《蜀锦人家》，从剧名就能看得出来，这部剧主讲的是蜀锦创业。2部剧看故事设定和配置都不逊色于《赘婿2》，甚至很有可能超越这部前作。而更早与大家见面的，很有可能是这部40集古装大剧《蜀锦人家》，网传已经过审下证，即将播出。古装版女子创业大剧《一封写给传承的情书》，蜀红一出千红哭，但季英英、谭松韵饰演之父却因蜀红私秘方丧命。不过，季英英自幼醉心染丝，天赋渐显，于是凭借着父亲积累的经验以及自身的悟性，成功靠蜀锦打响了知名度，而她的染色技法也在蜀地一战成名。然而，季英英青梅竹马的赵修元，迫于家族压力，娶了牛舞娘为妻。原本心悦季英英的她，因为看到季英英一步步的崛起，导致自家的织锦业受到了影响，于是因爱生恨，处处阻挠季英英的发展。景王世家之子杨静兰、郑业成饰演及时出现，帮助季英英解决了各方危机，但季英英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。一直觊觎蜀锦技艺的南诏白王丰泽，对季英英的染色技法相当感兴趣，为了获得染色配方和织法的技艺，不惜带走季英英向其发难。在他的步步紧逼下，一周风雨飘摇，看着以百姓为要挟的丰泽，季英英只能以身涉险，担起保护一干匠人的责任。杨静兰则孤身前往南诏，与季英英联手与南诏斡旋，留下了一段关于蜀锦的佳话。毋庸置疑，《蜀锦人家》是一部关于女子创业的作品，女主角的人设一看就是大女主事业批。但这部剧又没有避讳对于男女主角感情线的刻画，虽然观众们更喜欢看女性凭借着自身实力冲破重重困境，走上人生巅峰，不需要男人在旁助力的大女主剧，但无论是放在古代的背景下，还是从剧情看点的角度出发，感情线都是不可或缺的。因此，蜀锦人家既要展现女性力量，也要讲她对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的多重选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剧中还有对于蜀锦制作的细致呈现，让观众们清楚地看到蜀锦是通过怎样的手法，一步步地成为华丽秀美的锦缎，既起到了科普的作用，也是对这一非遗文化的一种传承。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剧中主角们的服化道，全方位地体现了蜀锦之美。因此，这部《蜀锦人家》也是写给传承者和传承本身的一封情书。谭松韵元气满满，男主打戏引期待。古装题材对于谭松韵来说并不陌生，从最早的《甄嬛传》到《锦衣之下》，再到《锦心似玉》，已经为谭松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而创业向的剧集又是谭松韵的拿手项，正在热播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就是由谭松韵主演的一部现代创业剧，长了一张不显年龄的小圆脸，使得谭松韵演得了高中生，也演得了古装剧里的少女形象，不会出现中年女明星在古装剧中扮嫩的问题。蜀锦人家里的她，简简单单的服化道，
配上干净明亮色系的古装，颇有吴家有女初长成的即视感。而季英英这一角色身上坚韧不拔的气质，也与谭松韵不谋而合，由她来演季英英算是选对人了。女性角色中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陈晓云饰演的玉玲珑。剧照中的她一身红衣，看起来十分泼辣，带有几分飒爽老板娘的气质。右手持剑，左手端酒壶，这一回陈晓云不走大美女的路线，依然惊艳四座。而处在对立面上的两位男主演的扮演者，分别是郑业成和金超。众所周知，郑业成自小学习京剧武生，打的一手漂亮的动作戏。先前拍古装剧时，不少高难度的动作都是由他亲自完成的。预告中的他飞身上马，杀人夺刀，动作一气呵成，实在是太潇洒了。武打演员的魅力在郑业成的身上具象化了，但他略带书生气的长相，又显得整个人温润如玉，这就是鲜衣怒马少年郎的真实写照。把郑业成和谭松韵放一起看，两人的 CP 感也是分分钟溢出屏幕。没想到两位演员竟然这么般配。另一位男神金超饰演的虽是大反派，但剧照中的他气宇轩昂，的确很有王爷的风范。现实生活中的金超是好男人的代表，但放在剧里就成了利欲熏心的恶人了。这种反差感全靠金超的演技支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位男演员也是大家的老熟人张浩维，饰演的是女主的青梅竹马赵修缘。没错，看到这张脸是不是就想起了《庆余年》里的太子？只不过在《庆余年》里的他善于伪装，用手捉的方式掩藏自己的真面目，但在这部剧里，他却是把坏字写在脸上，由他来演这一角色，完全不会让人出戏。结语：古装题材的大爆，使得国剧市场上同类型的作品一部接一部的上线，但凡质量差一点、配置缺乏讨论度的，都会被埋没。但归根结底看的还是质量。从蜀锦人家的选角以及主创阵营来看，只能算中上游，达不到 S 级的水平。但剧中演员选剧的眼光十分精准，能够看中蜀锦人家这部剧，自然是看中了他的爆款箱。相信这部古装创业大剧会成为今年的一匹黑马。你觉得这部剧能火吗？